新的伸展操，你以為的僵硬，其實是大腦在喊卡。歡迎收聽今天的節目。今天我們要聊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，關於我們的身體，更關於我們那顆常常自己嚇自己的大腦。你會不會覺得過了50歲，身體就像一台用了很久的機器，開始到處卡卡的？彎腰撿個東西怕閃到，想嘗試新事物又覺得哎呀，我這把年紀了，學那個幹嘛？很多人會把這種感覺簡單歸結為老了，筋骨硬了。但今天我要告訴你一個更顛覆，也更讓人充滿希望的想法。很多時候，你以為的身體僵硬，其實只是大腦的既定觀念。我最近看一本書，裡面有個故事非常打動我。作者說他50多歲的時候，覺得自己身體硬邦邦，於是請了一位私人教練。他原本以為教練會跟他說，你老了，要多拉筋，多運動。結果教練看着他，說了一句讓他當場愣住的話。教練說，身體僵硬的主要原因，大多是因為大腦的既定觀念。問題不在你的腰，在你的腦。換句話說，你彎不下腰，轉不了頭，不是你脊椎壞了，韌帶斷了，而是你親愛的大腦，它在保護你。你的大腦就像一個很盡責，但有時候有點過度擔心的警衛。它根據你過去幾十年的經驗，比如你曾經閃到腰，或者長期坐辦公桌姿勢不良，甚至，這點很有趣，連你曾經受過的心理創傷，大腦都會把它記下來。然後大腦就會默默下一個指令給你的肌肉，誒，那個位置，再下去會受傷哦。我設個防護鎖，不准超過這條線。久而久之，這條安全警戒線就變成了你身體真正的限制。不是你做不到，是你的大腦不准你做到。所以50歲後的你，身體真的壞了嗎？不一定，更多時候只是你大腦的警戒線設得太緊，太保守了。這個道理不只用在身體，拿到我們的心靈上一樣通用。心靈的筋也需要拉一拉。想想看，我們在社會上打滾了30年，我們的大腦被灌輸了多少不可能、不切實際和成年人不該這樣。都50了還學上網，很困難了。辭職去環島，你瘋了嗎？學人家當 YouTuber， 那是年輕人在做的事。這些觀念是不是就像我們身體裡緊繃的肌肉，死死地限制住我們的行動力和好奇心，讓我們不敢跨出那一步，讓我們的心靈變得跟沒運動的身體一樣僵硬。這個原理給了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啟示：50歲之後的人生更新，必須從解除大腦的限制開始。就像那位教練說的，只要讓身體重新記住其實可以動到這裡，就能更新大腦的記憶。這句話太關鍵了。這不只是拉筋，這叫做重啟認知。你要用新的行動去改寫你大腦裡那本老舊的人生說明書。3步驟，做一場心靈的伸展操。好，道理我們聽懂了，那要怎麼做呢？總不能像做瑜伽一樣，喊一聲來，大家把心靈的腿舉高吧？可以的。我們把它分成3個非常簡單、可執行的步驟。步驟1，找出你那條看不見的警戒線。你今天就可以做。找一件你想了很久，但總是用我做不到，太晚了，別笑死人了當借口的小事。舉例來說，想學用 ChatGPT 幫你寫 LINE 訊息，但覺得那是年輕人的科技。想拿起畫筆畫個東西，但覺得我又沒有天分。想去公園跟別人一起跳個廣場舞，但覺得好害羞。把它寫下來，然後問自己一句話：這件事情是真的做不到，還是我的大腦告訴我做不到？步驟2，設計你的微伸展動作。我們不是要你明天就去辭職創業或參加鐵人3項，這太劇烈，大腦會嚇到，把警戒線拉得更緊。你要做的是微伸展，
就像拉筋不能一次拉到最底，要慢慢来。覺得 AI 很難，不用去上課，就打開 ChatGPT 的網站，問他一個最簡單的問題：今天天氣好嗎？或者幫我想一個晚安故事給孫子聽。覺得畫畫很丟臉，沒關係，買一本注色畫本來塗。那不是藝術，那叫紓壓。告訴大腦，我只是在塗顏色，不是在創作。覺得跳舞很尷尬，不用跳給別人看。在家裡關上門，打開手機裡一首你最愛的年輕時的舞曲，跟着亂搖2分鐘。這些動作看起來很蠢很小，但它們有一個重要的功能，它們正在對你的大腦送出一個訊號：嘿，你看，我做了那件事，但我沒死，也沒受傷哦。步驟3，累積原來我可以的成功經驗。每天做一件這樣小小的心靈伸展操。今天問 ChatGPT 一個問題，明天學一個手機新功能，後天走去一條你沒走過的巷子買咖啡。每一次，只要你做了那件以為自己做不到的事，大腦裡那條警戒線就會咔嗒一聲，往外放鬆一點點，你的安全範圍就擴大了一點點。你會開始累積許多原來我可以的成功經驗。這些經驗就是你更新大腦記憶、對抗僵化的最強武器。朋友們，50歲以後的人生，最可怕的不是身體的老化，而是心靈的自我設限。你沒有生鏽，你只是忘記了。你不是生鏽了，你只是忘記了身體和心靈其實還可以動。你就像一把背部緊緊包住的寶劍，不上面寫滿了不行，很危險。現在，請你試着揭開那層布。從明天開始，試着做一件你認為做不到的小事。那不只是學習，那是一場解放，那是一場讓你重新感覺到自己還活着，還充滿可能性的心靈伸展操。如果你聽了有那麼一點點衝動，想動動你的身體或心靈，那就太好了。去伸展一下吧，你會發現世界比你想象的還要柔軟。歷史上有太多著名的大器晚成者，他們用自己的行動為後來的我們鋪陳了信念。在中國歷史上，流傳最廣的莫過於姜子牙的傳說。據傳他年輕時做過屠夫，開過酒店，直到70多歲時依然鬱鬱不得志，甚至連老婆都棄他而去。然而，他並沒有被人生過半就該認命的觀念限制，而是在暮年於渭水之濱垂釣，最終遇上周文王，開啟了興周滅紂的傳奇偉業。他將前半生的搓嗆與等待化為了後半生的底氣，真正詮釋了人生下半場同樣可以精彩。美國藝術家摩西奶奶的一生，更是大腦可塑性最溫暖、最完美的詮釋。他前半生幾乎都在農場的勞動與刺繡中度過，過着極為平凡的生活。直到76歲那年，因為嚴重的關節炎讓他再也拿不穩繡花針，命運逼他按下暫停鍵。絕大多數人在這種身體和心靈的雙重困境下，可能會選擇放棄。但他並沒有因為年老體衰、手指僵硬這些腦袋裡的既定觀念而停下腳步，而是順勢拿起了畫筆。沒想到，這片嶄新的畫布竟然成了他人生的巨大轉折。他一直畫到了80歲，在紐約舉辦了個人畫展。在20多年的繪畫生涯中，他留下了1600幅作品，90歲時已成為享譽全球的民間藝術家。他的故事告訴我們，大腦的年齡從來不是學習的障礙，真正的障礙是認為自己不再適合學習的固化心牆。楚爺爺的故事充滿了極致的起伏。他曾是中國赫赫有名的煙草大王，卻在人生巔峰時跌入谷底，71歲蹲襠入獄。很多人在這種境遇下可能已經萬念俱灰。然而在2002年保外就醫時，已經74歲的楚爺爺本可以選擇安享晚年，卻做了一個讓所有人震驚的決定。他沒有向命運低頭，而是帶着妻子
承包了哀牢山上2400畝的荒山，從頭開始種橙子。他不僅要對抗大自然的嚴苛，更要對抗世俗的質疑。10年後，當他85歲時，他精心培育的銀橙一炮而紅，風靡全國。他再一次站在了人生的巔峰，完成了從燕王到成王的華麗轉身。剛剛過去的2025年，就有太多這樣的故事。最讓人動容的，莫過於在夏威夷舉行的鐵人世界錦標賽上，80歲的美國老奶奶娜塔莉·葛拉伯，她以16小時45分26秒的成績，完成了3.8公里游泳、180公里自行車和42公里馬拉松的全程，打破了世界紀錄，成為有史以來完成該賽事的最年長女性。你敢相信嗎？這位八旬老奶奶是在60多歲時才開始接觸鐵人3項運動的。在此之前，她只是一個普通的職員和家庭主婦。更令人欽佩的是，她的教練形容她有韌性，很自律。她不僅與同齡選手較勁，還會研究男選手的表現，試圖超越他們。這不正是我們所說的大腦的可塑性嗎？他用行動徹底撕掉了貼在80歲身上的所有標籤。還有一位戴奶奶，來自一個普通的村莊，今年已經82歲了。當大部分人對無人機這種高科技望而卻步的時候，戴奶奶不僅學會了，還操作得有模有樣。在他的孫子的指導下，他現在能熟練地拿起遙控器，操控着那架比他年齡小得多的無人機，在600多畝的麥田上精準地進行施肥和噴藥。不僅如此，他還學會做起了直播，在鏡頭前宣傳自家的農產品，米、油等從他的田裡直銷到了萬千消費者的手中。他被網友親切地稱為硬核奶奶。更令人讚嘆的是，他說自己最初學習這些新花樣的動力，僅僅是因為好奇心，遙控器上操作幾下，巨大的鐵疙瘩就飛了起來，比原來用人工的時候方便多了。當我們將這些古往今來的案例匯集在一起時，一個不可辯駁的事實擺在了面前，禁錮我們的從來不是肉體，而是深植於大腦中的觀念。無論是姜子牙、摩西奶奶、楚爺爺、娜塔莉，或是戴奶奶，他們做的唯一一件事，就是讓自己對新事物保持不設防的開放姿態，去做讓大腦新鮮的心靈伸展操。這堂關於生命品質的訓練課，何時開始都不算晚。所以下次當你聽到年紀大了，別折騰的聲音時，不妨把這些故事輕輕放在耳邊，告訴自己，你完全可以換一種活法。好了，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，我們下集見。